是被媚珠治愈的一天。媚珠的背影在阳光下看起来金灿灿的，像是会发光，而且她还微微的歪着脑袋。这背影任谁看了都是心暖暖的。最近媚珠爱上了玩滑梯，但是她自己现在还滑不利索，需要饲养员陪她一起玩。太公让媚珠躺在上面往下滑，尽管滑下来时会摔一个大屁洞，她还是第一时间爬起来去找太公，表示自己还想玩。太公怕她屁股摔得太疼了，想让她趴着往下滑，但是媚珠不喜欢，那是自己硬生生的又爬了上去，让太公把她平躺着滑下来。后来太公不和她玩了，媚珠还想追上去咬他，于是外公就绕着滑梯跟媚珠玩起了躲猫猫。不得不说，媚珠这孩子真的是鬼机灵，小年纪就知道抄近道了。只见他眼珠子一转，就从滑梯下面钻了过去，抄近道去抓太公了。媚珠性格很活泼，属于那种电量足，具有超长续航能力的一款小熊，但缺点就是开机比较慢，需要很长的唤醒时间。在媚珠开机的过程中，她是处于甜妹阶段，软软糯糯的。大梁外公抱她回家，她还会轻轻地依偎在外公的肩膀上，这一幕真的很温馨。而且单看大梁的背影，就知道她此刻笑得老开心了。但只要媚珠开机成功，那便是会从甜妹完完全全的蜕变成辣妹，活脱脱的就是一枚小辣椒，那是看谁不顺眼就开咬，平等的欺负每一位饲养员。媚珠也很会玩玩具，坐在木马上，还知道自己使劲摇晃，让木马摇起来。而且媚珠也真的很广东，3岁的年纪就开始打木桩练咏春了，她这是想往功夫熊猫的方向发展了。媚珠逃跑时的兔子跳也很可爱，一蹦一跳的，像脚底装了弹簧一样。而且她现在这么小小的一只，就经常撅着屁股到处标记，像是在说这里是我的，这里也是我的。媚珠的领地意识那么强，恐怕等不到妈妈驱赶她就开始驱赶妈妈了。活泼可爱又鬼机灵的媚珠，已经成为了很多网友的心头爱。得不说联动是会选熊猫的，金虎飞云和妙音都是个顶个的好看。小时候的飞云颜值就很出众了，圆圆的耳朵再加上仓鼠脸，这小模样像极了一只米老鼠，果然能打败飞云的只有飞云小时候。阮女士因为认养了飞云的哥哥奥运，所以她也经常会过来看飞云。当阮女士和她说哈喽的时候，飞云还会吧唧着小嘴做回应。Hello， 回家。最后都兴奋地摔倒了。有一次阮女士在笼舍前喊飞云，结果飞云没回应，却把金虎给喊过来了。不认识金虎的阮女士还挺好奇这个热情的小家伙是谁。哦，应该是朱云吧，鼻子这么长。结果被阮女士最后一句话给扎心了。那时的金城虎看起来确实有点车座子，竹韵妈妈也好爱她的老儿子，总是把金虎护在身下。但金虎小时候很调皮，只要竹韵妈妈一眼瞅不见，他就开始爬栏杆。竹韵害怕他摔着，就会把他薅下来。而且这孩子从小话就多，刚喝完盆奶，奶妈给他擦嘴，他就一直嘤嘤叫，奶妈还一边擦一边回应他，真的是用吃的都堵不住他的嘴。坐在他旁边的妙音一声都没吭，就乖乖的吃胡萝卜。现在金虎都14岁了，还是整天咩咩叫。如今的妙音可忍不了一点，分分钟都想捶他。金虎啊，你能不能不吵吵？妙音都烦你，是吧？妙音，妙音，你说呢？一大早上你别让我睡觉，你在干啥？你喊乎他，对，你喊乎他。对，我是看不见你，看见你我抽死你。妙音平时虽然喜欢翻白眼瞪人，看着有些高冷，但她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黏着飞云，吃饭的时候也要和姐姐贴贴，有时候还会跑过来抢飞云的竹笋。飞云也不生气，就这么宠着她。3个小家伙出生时间相近，从小就生活在一起，后来又一起来了联动，他们会一起爬小卖部窗口找奶爸奶妈要吃的。3小只没分开的时候，金虎可欠了，他不是抱着飞云的脚啃，就是按着飞云打。妙音也没逃得过他的撩弦，非要把妙音从树上挤下去。后来他和飞云妙音分开了，人家2个小姑娘在一起打闹，可把他激动坏了，隔着玻璃给妙音当场外指导。大连的3宝各有各的特点，飞云甜美，妙音高冷，金虎帅气，每一只都是颜值爆表。虽然莽妞妞平时有点虎，但是她真的好爱她的好大儿莽小五。这天母子俩正在院子里玩耍，突然从远处传来异响，小五第一反应就是迅速爬上树躲避危险，这也是妈妈平时教的好。此时的莽妞妞貌似脑袋有点宕机，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分辨异响的来源。当莽妞妞也意识到不对时，第一反应就是往室内跑，但她刚跑了2步，就立刻转身掉头冲向小五。此时莽妞妞的内心活动如下：咦，这是什么声？让我好好听听，好像有危险，快跑！不对，我的儿呢？然后快速冲向小五，站起来把他的好大儿薅下来。儿子别怕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把你叼回家。结果他都忘了，他的儿子长大了，他已经叼不动了。
看到这一幕，真的有种莫名的感动和心酸。1年前小五被妈妈所吼举高高的画面，还仿佛就在眼前。现在的小五莽妞妞已经抱不动了，即便小五已经长成了中午，莽妞妞还是放心不下他。这天正在木架上吃饭的莽妞妞，突然听到室内有响声，担心小五会有危险的她，立刻起身去室内，把小五带了出来。儿子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才放心。小五小时候在室内做体检，莽妞妞在外场听到小五的叫声，特别的焦虑不安，一会扒着门，一会着急的满院子跑来跑去，肉眼可见她的担心。后来小五体检完出来，莽妞妞就抱着她的好大儿亲亲又抱抱。虽然莽妞妞很爱玩，但她还是会想着小五。这天莽妞妞坐在小五的毯子上，玩着小五的球，看这背影就像一只熊猫宝宝。然而玩得正开心的莽妞妞突然抬头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她踢着球走向一边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莽妞妞竟然是把球送给一边的小五。所以说哪有妈妈不疼孩子的呢？虽然有时候莽妞妞也会抢儿子吃的，玩儿子的玩具，会和儿子打打闹闹，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爱儿子。看小五坐在秋千上，莽妞妞给儿子摇秋千的画面，是不是十分的岁月静好？谁能想到曾经勇闯狼窝掏狼崽的基地之花北川，如今却被一个熊孩子欺负得快哭了。起因是他的小外孙荣硕，不仅打翻了他的小饭桌，还冲着他挑衅似的兔子跳。当时的北川委屈极了，眉毛都皱在了一起，感觉下一秒北川都要哭出来了。曾经声名远扬的熊猫界女侠，竟然还是败在了带娃上。如此看来，这娃还真是谁带谁崩溃。大熊猫妈妈也逃不脱这个定律，不带娃时候的北川独自美丽，现在被气得嘴里的竹子都不香了。如今的北川虽然已经18岁了，但他看上去还是十分的幼态，就像一个奶娃娃。看到他委屈巴巴的样子，隔着屏幕都感觉心要碎了，甚至都想把荣硕那个小崽子揪过来，让他给外婆道歉。荣硕是北川的大女儿川仔的孩子，他现在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北香果。因为北川之前不会带娃，还曾不小心把北霞的手臂划伤了。他生的前2胎的3个孩子都是由干妈带大的，川仔小时候还被萌萌带过一段时间，也算是北洞影后的干女儿。北辰和北霞则分别由艾丽和季丽干妈带大。俗话说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今年6岁的川仔也不会带娃，北川当年逃过了带川仔，现在却要替女儿带外孙，果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现在小荣硕掀他小饭桌，他也不敢告家长，因为他怕川仔回怼一句你活该，所以打也打不得，告也告不赢。北川只能委屈自己了。只是爱宝大大的脑袋里装满了更大的疑惑，为什么自己生的孩子一个个的都热衷做管道修理工呢？前2天瑞宝看到小河不流水了，便撅着屁股抬着脚，把脑袋钻进洞口查看，还知道用手扒着石头保持身体平衡，看得出瑞师傅修得很认真。他修完了出水口，还用小手去清理下水道，这人理人气的小模样，真的很怀疑他是两脚兽假扮的。然而瑞师傅并没有把小河修好，于是辉师傅上线了。辉师傅更敬业，整只熊都钻进去了。可能是因为辉师傅的腿比较短的缘故，他甚至还可以在出水洞口里转圈圈，只露着小屁股努力工作的模样，真的可爱数了。由于姐妹俩最近总扒拉这个出水口，饲养员就想办法把它堵上了。17工程是一根大大的木桩，斜着横在出水口，看起来不太靠谱的样子，于是就有了27工程，用2个短木桩立在洞口，但看起来还是感觉差点意思。后来就有了37工程，用石头和木桩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的，这下看起来貌似没有什么问题了。但让瑞师傅和辉师傅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竟然还有47工程，整个小河都用雪覆盖住了，这下是彻底没得挖了。福师傅在寒武宫的时候也学了一手修理管道的好手艺，把脑袋钻进出水口，仔细的检查，认真到小屁股都在用力，趴着检查不明白就躺着检查。只能说在维修这方面，福师傅是专业的，但因为工程难度比较大，福师傅努力到身体都扭成了麻花。当福师傅修得正认真时，饲养员用竹子挠了他的屁股。福师傅孤勇的这一下真的太好笑了。现在福师傅维修的本领也不减当年，他在喝水时感觉自家水渠的流水有点小，于是就循着水流找到了出水口，先低着脑袋观察了一下，然后就是哐哐一顿干。就看福师傅这手法和这姿势，真不愧是年龄4岁却有着3年维修工龄的老师傅了。最后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还真的就从里面掏出了一个水泥片子来。福师傅的工作初见成效后，他干的就更起劲了，连续修了好几天，水渠的水流好像真的大了一点。要不说还是福师傅的手艺好呢。